狮子和老虎同属动物界的顶级掠食者，还都是猫科下的王者。关于狮虎哪个最强的争论从未间断，两者相遇，到底谁会胜出？这里是150，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东北虎又称西伯利亚虎，就体型而言是各老虎亚种中的大哥，主要分布于亚洲北部的俄罗斯、朝鲜以及中国，是全球10大最濒危稀有动物物种之一，也是我国1级保护动物。目前野生东北虎大概只有600多只，中国境内仅有25只左右，其余东北虎几乎全部位于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远东地区是全球95%的野生东北虎种群的栖息地。狮子在我国古代被称为狻猊，虽然有些遗迹表明在史前社会我国存在过狮子，但是早在人类文明产生前，狮子就消失了。直到西汉以后，我国才从中东地区了解认识到狮子这个动物，而非洲狮就是我们常说的狮子。就体型而言，狮子是唯一可以和老虎并列的猫科动物。过去狮子曾广泛分布于欧洲、非洲、亚洲多地，但因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现代的狮群生存环境与分布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仅在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才能见到野生狮子的身影。一个为森林之王，一个为草原之王，虽然生活区域不同，但二者打斗的视频却不少。一动物园内，狮子与老虎相逢，狮子率先发起攻击，向老虎靠近，老虎以退为进，脚上走着后滑步，手上却是一串组合拳。出击无效，挨了打的狮子不得不迈着小碎步离开老虎。所以烫头的真的打不过纹身的吗？野生的成年东北虎体重一般能达520斤，体长约为3米。这样的巨型体重与早期记录相比，其实已经缩水了。早期记录显示，东北虎体重可达600斤，体长约为3.5米。成年东北虎尾长1米左右，可以跳8米远，甚至可以轻松地跳过3米高的障碍物。东北虎毛色艳丽，因季节变化略有不同，夏季呈现为棕黄色，冬季则会变淡，呈现为淡黄色，全身都带有黑条纹，额头正方，纵横相交的黑色条纹宛若一个王字，霸气显露。野生雄狮体重在276到550斤之间，全长可达3.2米。雌狮略小，体重170到364斤，全长可达2.7米。它们毛发短，体色呈浅灰、黄色或茶色。狮子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雄狮长有很长的棕色鬃毛，从脖颈处一直延伸到肩部甚至胸部，雌狮则没有这个鬃毛。从外形上看，东北虎与非洲雄狮差距不大。如果是年龄、生长状况相仿的两个站在一起，可能非洲狮会让人感觉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其脖颈处茂盛的鬃毛。但客观来看，东北虎的平均体重更重一些。非洲狮的鬃毛既不利于散热，也不利于隐蔽，但由于雌狮更喜欢鬃毛旺盛的雄狮，这些鬃毛除了寻偶时有用，其他时候看着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当非洲狮和东北虎打起来，鬃毛却是一个相对有效的防护工具。东北虎善用掌爪和牙齿，东北虎的前掌是猫科中最大的，掌力可达1吨，一掌下去威力惊人。但对于猫科动物来说，掌击只能算是一个试探，致命攻击一般为锁喉或者爪挠。曾有专家做过调查，狮子全身的部位中有鬃毛的地方，受伤比例会大幅度下降，因此鬃毛有利于隐藏脖子。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狮虎打斗的视频，老虎咬住狮子的脖子，但是过段时间狮子又安然无恙的原因。说完了体型，我们再看看二者的硬件配置。老虎的咬合力约为450千克，狮子的咬合力则是400千克。老虎的咬合深度约11厘米，狮子约9厘米。二者牙齿粗细大致相同，老虎的牙齿略粗一些，更大的区别在于犬齿的长度。老虎上牙总平均54.83毫米长，狮子上牙总平均48.32毫米长。这6毫米的差距使得老虎的索咬更为致命。老虎的爪子也比狮子的爪子更加锋利。老虎的四肢强劲均匀有力，不仅可以仅依靠后肢支撑站立，还可以跳跃2到3米的高度。因此老虎非常喜欢腾空使用双掌击打，来个组合拳。而狮子腰部纤细，后肢力量不足，不能站立。雌狮还能跳跃1.6米，而雄狮几乎无法跳跃。因此狮子的搏击手段受到较大限制，只能使用单拳出击，依靠推搡之力。老虎的骨骼也更加完美，
骨骼平均密度高于狮子 1.2% 左右，这带给了老虎更加强壮的体格，更加强的抗打击能力。成年老虎的肌肉密度是狮子的1倍左右，这样老虎拥有了狮子无法比拟的敏锐度。解剖数据显示，老虎的心脏容量大于狮子，因此老虎比狮子具有更强大的爆发力、耐力和体能恢复能力。从硬件上看，老虎似乎完胜狮子，但是别忘了，二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性。东北虎是独居动物，每只虎都有自己的很大一片单独活动的区域，它在冬天可以移动数百至上千公里。非洲狮则是以雌性为主的群居动物，雌性终其一生都不会离开狮群。但雄狮相反，当雄狮年龄过大，或是受到外来雄狮的挑战，可能会离开群体。在狮群中，雄狮主要负责巡逻领地、抵御外敌等工作，雌狮主要负责猎食。一个狮群由3到50只狮组成，一般在一个狮群中只有1只成年雄狮，但较大的狮群可能有多只成年雄狮。未成年的雄狮一般在成年时就会被驱逐，以防其挑战生父的狮王地位，而雌狮成年后则留在群内。一个狮群的领地面积最小可以只有20平方千米，最大可以超过400平方千米，而具体大小则取决于狮群内狮子的具体数量和区域内食物的丰富程度。也正因生活方式的不同，东北虎生性更为谨慎，只有探查清楚后才会主动出击，并且多是伏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受伤可能就意味着死亡。而非洲狮则相对大胆，毕竟还有大锅饭可以兜底。各种狮虎斗的视频很多，但是这样的视频往往受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科学性较弱。在该视频中，东北虎不断挑衅击打狮子，狮子仅还击1次，还被灵巧的东北虎躲过去了，东北虎完胜。但事实上，这只狮子体型较小，两者本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得出的结果更不具一般性。狮虎斗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确定的结果，大自然本就充满了冲突和意外。作为食物链上的顶级掠食者，无论是老虎还是狮子都不会在意人类将它们哪个排在第一。对于他们而言，在残酷的自然界生存下去才是永远不变的追求。非常感谢你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一只鸟不仅速度堪比高铁，被誉为空中子弹，对爱情也忠诚无比。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它就是游隼。游隼是猛禽的一种，猛禽则是鸟类6大生态类群之一，涵盖了传统分类系统中隼形目和枭形目的所有种，包括我们熟知的鹰、雕、鸢，以及相对不熟悉的鹫、鹩、鹧、鸮等。在鸟类生态系统中，猛禽个体数量较其他类群少，但是它们却处于食物链的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着战斗机的绰号。而今天我们要探秘的游隼，则是战斗机中的最强战斗机。游隼家族一共有18个亚种，中国分布有4个亚种，分别是普通亚种、南方亚种、东方亚种、新疆亚种。这4种都比较罕见。在隼类中，游隼算是体型比较大的，体长41至50厘米，双翼展开能达到95至115厘米。但是在猛禽中，游隼并不算是大型，只能是算是中型。不过别看人家个子不大，性情反而凶猛暴躁极了，即使面对比自身体型大很多的金雕、毛隼等，也敢于进行攻击。不过只是出于保卫巢穴和领地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吃那些大自己一圈的家伙们。它们的捕食对象主要还是体型较小的野鸭、鸥等中小型鸟类，虽然其偶尔也捕食鼠类和野兔等小型哺乳动物，但主要还是在空中捕食。也正因此，它们具有比其他猛禽更快的速度、更大的体重，像高速飞机一样可以减少阻力的狭窄翅膀和比较短的尾羽。大多数时候，游隼都在空中飞翔巡猎，它们平时的飞行速度并不快，时速只有50到100千米，但是其俯冲速度极快，时速可达320千米，有着鸟类俯冲冠军的美称。在发现猎物时，我们的俯冲冠军首先快速升上高空，占领制高点，然后将双翅折起，使翅膀上的飞羽和身体的纵轴平行，同时头收缩到肩部，以每秒钟75到100米的速度
近似垂直地从高空俯冲而下。靠近猎物时，再稍稍张开双翅，利用高速俯冲的冲击力，用后指猛力打击，或用像匕首般锋利的脚爪一把攫住猎物，用尖锐的嘴咬穿猎物的要害部位，使得猎物受伤，甚至立即毙命。最后再将猎物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用双脚按住，用嘴剥除羽毛，再撕裂成小块吞食。为了与这种捕食方式相适应，它们的肤质变得短而粗壮，抓握猎物的脚趾变得细而长，也算是得到了峨眉派掌门人周芷若九阴白骨爪的亲传。不过即使是九阴白骨爪，也无法缓和其在俯冲结束时所面临的巨大重力。结束俯冲时，有损身体所承受的压力可达25倍重力，这是大型动物中已知的最大值。而战斗机飞行员在进行俯冲时所受最大重力也不过9倍，25倍重力，1小时320千米。这么高的重力以及这么快的速度，足以使飞行员失去意识和知觉，所以有损身体的所有部分都要适应高速飞行。毕竟在时速320千米下，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足以使有损眼盲甚至毙命。因此，有损的眼睛有一层额外的眼睑，这层眼睑叫做瞬膜，足以保护眼球不受伤害。同时，由于拥有一种特殊的化学成分，有损的眼泪异常粘稠，不会很快蒸发掉，也能达到保护眼睛的目的。另外，为了防止急速俯冲时空气绕过鼻孔无法呼吸，有损的鼻外还有一个小锥体，以此来补充吸气，使气流顺畅进入鼻腔到达体内。有损的通气秘诀也启发了科学家。早期喷气式飞机进气道的前端中央就有一个类似有损鼻孔的锥体，以此来突破速度的限制。并且正因为有损强大的实力，国际上一些高端武器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比如俄罗斯特种部队的空中坦克米 8AM TSH 魏恩武装直升机就被称为有损。美国雷声公司新公布的中程导弹设计也被命名为有损。不过像有损这样的硬汉子，在感情上却是忠诚而细腻，他们不会随意地选择伴侣，而一旦选定则会相伴终生，除非一方不幸遇难。有时为了捕猎，有损夫妇不得不分开行动，有大把的出轨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曾有一位鸟类学家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给35对有损在脚踝处记下标记，并采用野外观察和 DNA 测试方式，看看有损界是不是也流行隔壁老王。检测方法很简单，每年给参与实验的有损及其雏鸟进行血液取样，然后对比分析，看看有没有什么绿帽现象。结果发现只有一对父母出轨了，并且科学家认为，因为这只公有损的配偶死了，他才找了一个新的配偶，重新组建了家庭。对爱情忠诚的有损还有一种在自然界罕见的行为，那就是教授雏鸟捕食的技巧。因为有损的俯冲捕猎本领不是生来就有的，所以雏鸟羽翼丰满可以离巢时，并不会立刻离开亲鸟独自谋生，而是仍然跟着亲鸟生活，学习捕猎生存技能。首先学习的是简单的飞行本领，这个学习过程主要分为2个阶段，单项阶段和综合阶段。单项阶段以力量训练为主，主要是在巢内及巢的边缘附近扇翅膀。综合阶段则是主要在离巢后进行，训练项目丰富了很多，包括扇翅膀、单腿独立、跳跃、起飞、短距离飞行和着陆等。随着训练时间的推移，每次扇动翅膀的次数从少到多，扇动幅度从小到大，力量从弱到强，飞行距离从短到长，飞行高度也越来越高。这2个阶段还相对简单，真正困难的是接下来急速俯冲的学习。为了使雏鸟尽快掌握这门绝技，亲鸟可谓煞费苦心。它们在海面上空不停地盘旋鸣叫，引导雏鸟飞行。雏鸟一旦升空，亲鸟便引领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教它们如何利用上升气流盘旋，如何掌握飞行速度及方向，如何调整身体角度，保持平衡和高速俯冲等。节奏快、音量高的嘎嘎嘎嘎便是亲鸟给予的鼓励。等雏鸟基本掌握了飞行和捕猎技巧后，离开亲鸟寻找自己的领地的时间也就到了。对于刚刚独立的有损雏鸟来说，遇到了属于雀形目的霸翁，只能是36计走为上计了。听名字就知道这种鸟霸气得很，事实也是如此。霸翁体型比较大，比有损长20厘米左右，即使是各种技能都熟练的有损，
也未必能克制得了这个比自己大一圈的霸翁。除了霸翁，还有一种鸟也让游隼头疼，那就是欧良鸟，也叫星良鸟。面对凶猛的游隼，小如麻雀的欧良鸟必须有自己的高明手段，而他们的高明手段就是集体合作。为了保持整个集体的统一行动，每只欧良鸟都要遵守飞行规则。单只的欧良鸟只注意身边最近的伙伴，当身边的伙伴动时，它也跟着动，并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便遇到紧急情况时进行空间调控。从远处看，一个鸟群就是一个统一行动的整体。鸟群中的鸟儿上下翻飞，左右移动，以变幻多端的队形来迷惑游隼，使它无法锁定单独的目标。游隼即使竭尽全力，还是不如欧良鸟那样足智多谋，随机应变。望着眼前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的欧良鸟群，游隼无法下手，只得扫兴而归。弱小的欧良鸟靠着集体的力量与智慧，战胜了凶猛的游隼。面对强大的敌人，要积极动脑，寻找对抗办法。单枪匹马不能胜利，那寻找伙伴，同心协力，胜利的几率一定会增加。毕竟管子中都写道：“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非常感谢你看完本期150。如果你喜欢动物，想和熊探长一起保护动物，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转发将会让更多的人加入保护动物。